城市旅游系列这一站，我们来到了台中大里。这次特别改用单车代步，一边运动一边漫游街头巷弄，更贴近在地生活节奏。行程安排丰富，打卡不少亮点景点，从有趣又好拍的观光工厂、超人气伴手礼，到连总统都爱的传统肥皂冰，通通不放过。还有原本以为会很无聊的展览馆，结果里面满是惊喜，艺术品既美又有趣，让人逛得意犹未尽。而此行最让我们惊艳的是那座藏在城市角落的菩萨寺，美得像幅画，静静站着就很疗愈，每个角落都值得驻足拍照。最后当然少不了大理的2间特色美食，走吧，一起慢慢骑，慢慢吃，慢慢体会这座城市的温度。Hello， 我们今天来到台中大理，我们今天呢要挑战用 U-Bike 来一场城市单车旅行。今天的内容呢，一样会有景点，有美食。我们影片当中呢，还会告诉大家如何用 App 集点来换取店家优惠哦。第一站，我们先从大理艺术广场出发。这里呢，时常会有一些艺术装置展出，然后假日也会偶尔有市集。最重要的是呢，它室内有一个全台号称最大、室内占地3000平的室内亲子乐园。不过呢，我们今天就不带大家去逛了。从这边下去呢，就是刚刚说的亲子乐园，整层楼都是哦。不过呢，我们今天有更有趣的挑战，我们去租车吧。先打开一起出发吧的 App。我们今天呢要挑战的是大理美学人文之星这条路线。过程中，它会帮我们导航，带我们去沿途的景点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也会用它来累积碳点数。等一下我们在景点中购买伴手礼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拿它来折抵。我们赶快打卡出发吧！我们的行程才刚开始不久，又要坐下来吃了。这间呢就在我们的行进路线上面，叫做美方御宅冰城，它超级厉害。为什么？因为金国先生先后造访12次，所以是金国先生的爱，追随他的脚步就没有错了。他吃过的东西，我每次去吃都觉得超好吃的，他真的是美食家品味很高。我们点了3个口味的蚵仔冰，先从芋头的开始。嘿嘿，这跟我们上次吃的那个很像萨文，对不对？结果我跟我爸讲这件事啊，我爸说他们小时候都叫做过这个叫萨文冰，就是肥皂冰块，因为长得很像肥皂。好好吃哦！它用的是大甲槟榔心芋头，咬下去真的是 QQ 的，很香甜。它里面吃得到那个芋头块 QQ 的感觉。接下来吃的这个是红豆的。它感觉颗粒都已经表露于面了，红豆沙的感觉，然后混合了牛奶，非常的融洽。它里面有很细的颗粒，也有比较粗的颗粒，融合在一起的口感就非常的丰富。然后再加上它的牛奶啊，让整个口感呢变得非常非常的柔和，很喜欢。滑顺哦，我们只要有桂圆一定点。它桂圆里面有淡淡的酒香。你最喜欢这种？对，最喜欢的那一种。他们家的甜度都没有很高，真的很耐吃，难怪金国先生会来吃12次。我们另外还买了2瓶仙草茶，要带在路上喝。现在来试一下，仙草茶是有点甜度的，然后它的浓度还蛮高，尾韵呢带点苦甘，应该是料下的很足。我觉得是一款辨识度很高的仙草茶。如果几家的仙草茶摆在一起呢，我应该喝一口可以辨识出哪一款。我也是。这间店的用料都还蛮实在，而且强调无添加，包含冰淇淋呢跟这个仙草茶都是。我们现在来到 App 中的第2个景点，先来打卡。提醒大家，后面的站点呢一定要顺着 App 的路线依序打卡哦。跳站的话呢会无法打卡成功。打卡完成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景点，这里是草湖溪自行车道，据说是台中市呢花卉最多的自行车道，风景非常漂亮。那它是有人车分道的设计，你看好像这边绿色的路面是人行道，红色的路面呢则是脚踏车道。那这边也有设置一个爱心拱门，它晚上会点灯，然后很多人呢会在这边拍照打卡。这里风景还蛮好的哦。现在这里很舒服，凉凉的。
而且它的树荫还蛮多的。旁边很漂亮啊。栀子花开超漂亮的，满满的整个都是，而且它好黄哦。对，它还有做牵引道，这样我们就不用费力搬下去了。大家要注意一下哦，在草湖溪自行车道呢有2个打卡点，这是第2个打卡点，位置大概是在美群彩绘梅花鹿巷旁边。你看，在这边房子旁边呢有很多可爱的梅花鹿，这里就是了。好，打卡了。跟大家讲一个超悲剧的事情，就是我刚刚上一站忘了打卡，跳站就没办法了。对，你在第2站就忘了打了。你依序打卡，不然你就要骑回去。提醒大家哦。我们现在要离开自行车步道，往我们的路线前进了。那在这条自行车道的后面呢，其实还有一些漂亮的地方，像是竹仔坑。那边有一个绿色隧道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去看一下。走错路，好笑好笑，返回。不懂啦，我们走错路才有这么漂亮风景啊！跟大家讲，不用走错路就有漂亮的风景了，好吗？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每次 U-Bike 啊，就会莫名其妙叮一下，因为会不小心就转到那个叮的那个。我刚刚莫名其妙的大概叮了20次吧。大家看到影片，你看不小心。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室内的景点，暂时休息一下，顺便走走逛逛。这个地方呢叫做玩文食品观光工厂，它也是我们打卡点。那我们等一下呢就先来打卡一下，等一下呢就可以用点数啊领取伴手礼的折扣。我们现在上来2楼，一进来就看到非常多的鱼制品。那其实我们刚刚在1楼一进大门的时候呢，就闻到很浓厚的鱼的鲜香味。然后一问之下才知道说，哦，他们1楼呢其实是他们在制作鱼松的地方。所以这也是观光工厂跟工厂其实是在一起的。店家跟我们介绍说，他们家最厉害的就是这2款，然后他们家呢都是没有添加豆粉的，因为豆粉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常见拿来添加在鱼松里面的东西。那它的作用呢，就是一个是增加口感，另外一个就是增加分量。你加了之后呢，原本是1包的分量可以变成2包，所以他们家的成本就是高出蛮多的真材实料。那没有加还有另外一个好处，因为真的全部都是鱼，所以香味呢会特别的香。我们来试吃看看它的鱼松，这个是鲑鱼的，对，它有4种口味，是不是真的如同他说的这么香呢？他们家的鱼松真的很细致很香。那我想要再试一个，再跟大家说，2种鱼松之间的差别是什么？这个是鳕鱼的，他们家鱼松吃起来很香，但是没有那么咸。那如果外面的话呢，因为很多都是用不同的鱼种呢去做混杂，那有时候呢可能腥味比较重，要用比较重的调味去压它的味道。可是他们家呢都是用好的鱼呢去制作鱼松，所以只要一点点的调味就够了。对，他们鱼是有分类，比如说，我这个鱼松是什么？旗鱼的啊，是鲑鱼的，每一个都不一样。我们现在要来买鱼松，用刚刚的累积的点数呢来折抵，那都是因为你刚刚忘记打卡，不然我们就可以多买几包，多折几包。你不用点数，你也可以多买几包。你做错事还敢回嘴？好，我闭嘴。操作一下给大家看，我们按下这个站点，然后如果有兑换的标示，你把它按下去之后，请店家帮你输入兑换码，按我要兑换就完成了。我们在这边补充一下，碳点数除了自己累计之外呢，也可以转送给好友。累积点数之后呢，没有进行行程的时候，也能凭 App 向商家兑换哦。好，下去吧。把号码遮住。好了，来兑换吧。我们一天到底要吃多少冰淇淋？这个呢很特别，不吃有点可惜。它是旗鱼冰淇淋，第一次看到。怎么样？有鱼味吗？淡淡的，非常的淡，然后比较多的是奶味，所以其实吃起来并不会害怕的感觉。我想说，你会不会像那种海盐冰淇淋那种口味？其实还蛮好吃的，有点像，有点像。
哦，它是有鲜鱼汤的成分在里面，所以真的是像你讲的，吃起来就有点像是海盐牛奶的味道。这边有展示一些鱼松制作的过程。那其实我们平常在市场上面，如果看到肉松的摊贩呢，你也可以看到那个拌炒的机器。这里有设置很多互动式的装置，让小朋友了解，这些拌炒的动作是怎么样的。而且呢，还有 DIY 活动啊，我们看到都是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做 DIY。对，因为等一下2点有一场。再来，我们当时在拍的时候，这个是旗鱼哦，它是从它的身体的中间直接切下去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到4大块的卤肉。我们在参观到一半的时候呢 ，DIY 的时间开始了。那在正式开始 DIY 之前呢，它其实会先带一段导览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个品牌呢，它是发迹在第一市场，已经有70年历史了，目前传承到第3代，从原本小小的一个市场的摊位，然后发展成有现在这么大的一间工厂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师傅啊会帮我们示范正确的鲫鱼丸的手势。那当然，大家也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啊，做出各式各样形状的鱼丸。等一下我们制作完成之后呢，就可以吃到自己亲手做的鱼丸喽。刚2个人都忙着做鱼丸，没有录到过程。我们的鱼丸已经煮好啦，现在可以来试试看自己做的鱼丸了。人生第一次吃自己做的鱼丸，其实搓的还蛮圆的。Q Q 弹弹的，有点胡椒味，好吃哎。鱼浆真的特别鲜甜，汤呢也是喝不出味精的感觉，真的是用蔬果啊，然后加上鱼丸呢。你如果乍喝之下，你会觉得非常的清淡，可是其实它那个鱼丸的鲜味都在里面。对。大家另外呢还可以吃得到甜不辣，那这个呢鱼板是属于相机福利，可是呢我们可以在它的商店中买得到啦。我刚刚以为我吃到可乐饼，因为它的甜味真的好像哦，好像那种马铃薯的甜味。这招真的很聪明耶，因为你吃完了之后就会去冰箱找买几包回家这样子。我们来吃吃看这块精致的鱼板，相机福利啊！没想到这鱼板厚切这么好吃哎，它吃起来跟一般的鱼板也不太一样。我们刚刚听导览的时候，听到一个有趣的小故事。导览说，他们以前啊，在标旗鱼的时候呢，标到的旗鱼可以非常的大只，像这个1层楼这么高哦，300到350公分。像现在这样子这么高？没错。可是呢，现在呢，顶多就是220公分了，因为啊，以前的人口比较少，也比较少人在捕旗鱼，所以旗鱼可以在海里面呢长到这么大条。可是呢，现在因为大家知道旗鱼好吃了，对，所以呢，旗鱼就没有办法有空间长到这么大只。这个故事呢，其实就在说海洋永续很重要，不然我们以后就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鱼。那我觉得这边真的很适合带小朋友来玩，还蛮好玩的，而且还可以让小朋友学习到这些知识。哦，继续骑车，骑车。你说什么？人生中只有在骑脚踏车的时候才会喜欢走下坡。我们现在来到纤维工艺博物馆，它是台湾第一座以纤维为主题的博物馆，也是我们行程中的打卡点。那我们从上个地方呢到这里来啊，骑行的距离比较长一点，所以这趟累积的碳年数就有比较多，所以不要忘记打卡。他都有记得，我都没有记得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纤维工艺博物馆，它总共有2层楼，4个展间。那我们现在来到其中一个展间呢，现在是太平染的特展。那它所要讲的就是头汴坑这个地方呢，是太平的一个山区，然后它所发生的一些染的故事。头汴坑呢是一个以客家人为主的农村，在921地震之后啊，他们在重建的过程中呢，翻到了一些以前的文资，发现说，其实他们过去呢，这个地方啊，染工艺是非常兴盛的。可是后来因为啊，现代染料的进入了，这个工艺就像是消失了一样，所以他们就决定了要来做地方创生，恢复这个染工艺的运作。
其实也不是说运作，应该是说把它发展成一个地方特色。这里的展览作品有点颠覆我对展览的印象。我本来想说应该都是那种很传统的样子，或者是几何图案就算了，结果呢是很现代化的。很漂亮就像我们去清迈啊，看他们那个市集，很漂亮的市集里面大家设计的衣服很漂亮像那个衣服我就觉得，如果我瘦一点的话，穿一定很好看的。这个时钟啊，使用蓝色渐层呢，分成12个色块，然后象征的就是1点、2点、3点、4点这样子。这个时钟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这边也是有一些互动式的装置，可以让小朋友玩。那刚刚导览大姐跟我们说，这边假日啊也是会有 DIY， 所以也是很适合亲子同游的哦。这个扇子也很好看如果有在卖的话，买一只放在车上还不错哦。这上面写说枇杷黄、荔枝红、龙眼荷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说这些植物呢也可以拿来做成染色的材料。那包括我们最近呢才去新埔体验了释染也是。枯枝落叶呢，以前就是只能拿去烧掉，但是现在经过煮沸淬炼之后呢，它就可以转化成天然植物的染料，可以减少碳的排放。这边陈列了9种呢，可以做成染料的植物。那我们现在看到枇杷呢，我刚刚以为啊，它可以做成染料的部分应该是它黄黄的果实的外皮嘛，就不是，都是枝跟叶。那上面写说枝叶皆有色素，所以我们连续看了好几种，像荔枝也是，它都是用枝叶呢来做它染料的原料。我们现在又来到另外一个展间，这边每一个特展都还蛮有可看性的。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藤编啊，就是很常在我们的日常家具中出现。那以往呢，就大家对它印象比较局限在家具，可是现在其实有很多都应用在日常的这个服饰上面。因为像现在女生很多都会编藤编的包包，这些是古时候藤编各式各样的器具，很漂亮真的每一个都是艺术品行李箱对啊。非常的有趣，如果我们全部介绍完的话，篇幅真的太长了，那我们就留给大家自己来观赏喽。我们往下一个点，这是我这辈子看过它运动最多的一天了。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个站点菩萨寺，等一下要记得先完成打卡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刚差点错过它，因为它从门口看起来真的不像一个寺庙，而且呢，可以在门口停留好久，每一个角落都好好拍。但是后来为什么发现？因为我骑过去说，这个茶馆也太漂亮了吧！然后一看，就是我们要去的地点，真的很漂亮啊！哇，它现在还放水这样子，整个超漂亮的。我刚刚已经先拍了20分钟了。纪念性的一刻，来完成它吧。完成打卡喽，耶！你不讲，我真的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。我完成了，你没有。我只记得门口是很漂亮，真的。每一个角落都好漂亮哦，充满了禅意耶。这里的环境真的很有意境，错落了大大小小不一样的植物。那我们本来想说，这个漂亮的环境呢，应该是刻意为之的，但没想到啊，像这个爬墙植物呢，它竟然是自然生长的，是一种偶然的机缘。大家注意啊，上楼还要脱鞋的。2楼的转角有一座大大的钟，对比这个钟呢，下面有个小小的石头做出虔诚的样子，真的非常的可爱。在来到菩萨寺之前呢，我以为这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地方，没想到里面是小巧而优雅。这栋建筑呢，真的非常的漂亮，它还曾经入围过建筑奖哦。那我们现在走上来2楼的空间，它主要是礼佛静坐的地方。那因为里面非常的安静，我们觉得不太方便进去打扰人家，所以我们在外面说话就好了。我们刚在收画面的时候，刚好师傅在敲颂钵。我今天躁动一整天的心情，刚好就在那几节声响里面呢，安静了下来。哦，刚好听到了，真的，我现在也心清凉了起来。这些画非常的精致，它的每一个角落、每一个陈设啊，都像艺术品一样，而且都不会有那种张扬的感觉，真的很符合这里的样子。
Got myself free falling deep into. 我们现在来到3楼，它是一个写经堂的空间。那因为里面呢不可以携带摄影器材入内，所以我们在外面说说话就好。那顾名思义，它就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在里面抄写经文，然后静下心来的地方。其实抄写经文啊，真的是蛮适合修身养性跟练字的一个好方式。我的身边呢，常常会看到有人在抄写经文。那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人用这种方式？ For a little while. 这里真的是一个很杀底片的地方，虽然说现在已经没有底片可以杀了。从2楼呢往门口看过去啊，这个角度就已经漂亮到不行了耶。我们现在回到1楼的空间，这里很特别。我们刚刚一走进来呢，就闻到焚香的气味。那蛮特别的是说，从3楼走到1楼呢，完全没有看到焚烧任何一支的线香。那1楼这边呢，它还有贩卖尼泊尔的手工颂钵。那其实这东西呢，价值不菲，好像是体积越大的话呢，价格就会越贵。那我有听说挑选颂钵这种东西的诀窍，就是说你可以听听看它的声音。那如果它的声音呢，跟你的灵魂、跟你的心跳频率对了，你就会知道它是对的。那当然，这个是我听来的。如果不对的话呢，大家也请不要那么严格啦。这好像在挑老婆，就像你就是我的颂钵一样。哦，这句话厉害吧？很会。这个地方我真的超级推荐来，因为我刚刚在里面怎么拍都没有拍出那种我现场看到的那种漂亮。你是在推卸自己的功力吗？好吧，是。骑了一整天，现在终于可以吃饭了。我们现在来到林记饭馆，这家呢是大理地区人气相当高的一个店家。那我们今天吃的是大理总店，它已经开枝散叶到南投、台中各地去了，那有好几家分店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吃它最有名的卤肉饭。那其实它卤肉饭呢有2种，这种是招牌，另外呢还有瘦肉可以选择，满足不同喜好的人。它那种瘦肉是真的是完全像是瓜仔肉饭那种瘦肉哦。先来试试看啊！饿了一整天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好吃的啊！就算没有很饿，应该也是好吃的。它那个卤肥肉啊，真的是卤得非常的滑。有带甜吗？还好，微微的而已。它蛮黏嘴的哈。然后肥的话，几乎就是全肥啊，很少的瘦肉。我们来吃看它的酸菜配起来怎么样。怎么样？配了酸菜，这么行？我想我已经味道分不出来是梅干菜还是酸菜了，但是非常的好吃。我们刚刚以为是酸菜，可是吃下去2个人都觉得好像梅干菜又好像酸菜，实在是。对，而且是很好吃的那种梅干菜，它真的就是，而且它那个梅干菜啊，它带的那个香气非常的重，然后它不会很重口味。所以它卤肉给的很足，却完全不会腻口。这一盘呢是干莲，但菜单上面写的都是煎蛤肉。那其实我们这2天在台中如果有吃到小吃点到这个的话，上面的菜单都是写煎蛤肉。有没有台中的朋友可以帮我们解一下疑惑，为什么你们都是写煎蛤肉呢？我跟你讲，他们搞不好到台北，为什么你们都写干莲？真的，因为我们太少在台中拍了，然后所以看到这个真的是满脸问号。可是真的，对，赶快纠正一下，不然要被骂。这叫隔煎肉，不是煎蛤肉啦。我跟你讲隔煎肉，我就想到你的室友，然后跟你住隔壁这样子，然后嘎金这样，gay金啊。我刚跟老板确认说这是干莲55，那看我说呢，台中彰化这一带呢，真的都是叫做隔煎肉。那台北啊、高雄啊，就是干莲。因为我们在台北嘛，然后我爸妈他们是台南人，所以我们常跑这些地方的时候，然后我是高雄念书的人，所以我听到的都是干莲。对，没错。这真的是我人生第一次吃隔煎肉，切这么厚，这个分量，像这一盘65块，我们台北人觉得可以啦，我不知道中部人觉得怎么样。我第一次吃到切这么厚的干莲。对。啊，这是卤豆腐，也是他们厉害的地方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哇塞，来吃。我们吃过这么多卤肉饭的经验，就是只要卤肉好吃的地方，你就一定要点卤豆腐。
就这么好吃，一定要讲一下。它的卤豆腐超级细嫩，豆味香浓，然后它的卤汁呢是有卤够味的，可是又不会太重咸，你是可以吃着玩的那一种。它的豆腐非常非常好吃，而且也非常非常的厚哦。你看哦，你基本上我觉得它应该有4-5公分的厚度，要拿出来量吗？对，跟它的隔间肉一样的，它这边都流行要厚切，对对对。反正要跳过卤蛋了，但是咬下去里面是湿润的，这个不讲不行啊，太厉害了。这版是它的卤味，我们点了豆干、米血还有猪耳朵。但我觉得它的卤味呢，就是还蛮有趣的，卤得很深，有点铁蛋化了，所以那个豆干呢吃起来是比较有口感一点点的，米血也是，但不是难咬哦，是很有嚼劲的。它的味道很够。猪耳朵的话呢，是片得像云南大薄片那样的口感，但是虽然比较薄啊，就是口感特别嫩。我觉得他是故意的，因为他其他东西都厚切到不行，然后这个竟然给它非常薄片也是很棒这个好吃。我们点了2种青菜，淋上它的卤汁特别香。这一间呢是全安堂麻油鸡，它是中药行2代经营的。那它的料理还蛮特别，是结合传统跟创新。像我们今天点的呢是剥皮鸡，剥皮辣椒鸡，然后这个呢是面线煎，但它做成大烧的样子，真的是蛮奇怪的哦。全安堂的招牌呢，当然是麻油鸡。不过因为我今天不方便吃，所以我就改点剥皮辣椒鸡。那这个也是蛮多人点的一个品项。现在吃看它的鸡肉，听说它的鸡肉呢是放山鸡哦，看起来就非常好吃。它真的鸡皮非常有胶质感，而且肉是 Q 弹的。哦，你赶快来喝一口它的汤，它的汤非常好喝，甜的，对不对？有经验哦。它那个甜是来自于剥皮辣椒的甜，所以喝起来有一点点辣的感觉。刚才吃第一块鸡肉的时候还没喝汤，那个鸡上面呢就已经沾染了汤的味道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已经可以想象整个汤喝起来会是什么样子。它这一碗料非常的丰富，原本的剥皮辣椒鸡呢180，里面就已经有米血了，那我又花20块呢加了高丽菜，哇，整碗满，而且高丽菜看起来非常脆甜，来吃一下。他给的是外面40块的高丽，脆甜，高丽菜的甜，加上剥皮辣椒汤的甜，内行看到这个米血的样子，应该就已经知道好吃了吧？它的米粒感点头如捣蒜呢，非常明显，就是那种好像到中南部就特别容易吃到这种米血。米的成分特别多，这样特别的 Q。这样讲台北的店家会抗议。你吃吃看啊，你不敢吃对不对？其实不会很辣，真的。我试试看，吃起来比较像瓜子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不会很辣，对不对？真的。这份是大阪烧煎面线。它是面线煎的创意版，那其实他们也有卖比较传统一点版本的面线煎，然后另外呢还有面线蛋饼，很特别的品相。不过我这样子点下去的话，今天会吃不完。先试试看。我觉得光面线煎台北就很少出现。对，没错。怎么看都觉得你在像吃披萨的感觉一样，真的很像披萨。它里面麻油的香味其实还是蛮浓厚的，然后外面的美乃滋呢，其实不会很腻，然后反而增加一个稍微甜甜的味道，还蛮新鲜感的，我觉得很搭这道蛮出色的，在创意之中呢，还是可以吃得到传统的味道。推这个是我点的麻油煎蛋，感觉它背面煎得很焦脆哦。哎呦，看起来很好吃，我来吃一吃，再跟大家讲。它这个最特别，真的还是它那个麻油，它的麻油啊，把它那个焦脆的味道啊给逼出来，所以吃起来就焦脆麻油香，很好吃来喝一下它的青草茶，这个中药店2代，有中药店的支撑，这个一定是好喝的。我们喝过这么多青草茶，这一家也真的算是辨识度蛮高的，不是走那种很清凉的路线，微微带点苦味，很难形容，但是它真的喝起来跟别的呢，就是有一点差异，的。我们都知道，其实青草茶里面都会加薄荷，那大部分都是加的蛮重的。我喜欢
我们现在越来越喜欢这种淡淡薄荷味，不要太多，这个就是了。总结一下，今天这趟大理单车旅行，我们从大理艺术广场出发，沿途不但可以欣赏草湖溪自行车道的绿意风景，还能参观博物馆跟观光工厂买伴手礼。最后的菩萨寺呢，也让人印象深刻，因为它的环境真的是非常优美，是个沉淀心灵的好地方。作为一天的行程结束呢，是再适合不过了。结束骑行之后呢，我们又找了当地2家评价不错的小吃来帮助我们恢复体力。整天下来啊，虽然说身体一直在活动，但心里真的感觉又满足又放松。原来不用跑远啊，只要租一台 U-Bike 就可以用最轻松的方式呢，体验城市里的风景跟美味。跟大家说个资讯，现在起到6月30号呢，只要选择 App 里有标注点数加倍的行程路线，就能更快累积点数换取商家优惠。大家可以扫荧幕上的 QR code 下载一起出发吧，跟着 App 上的游程，就能一起来一场丰富又好吃的城市单车旅行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喽，大家拜拜。